好个大大的公会，无论你们是支持还是反对，我喜欢他。萧炎哥哥，动手便是，谁动你，我便杀谁。云山已死，云岚总不复存在，萧炎少爷终于大仇得报。没想到才4年，萧炎哥哥就达到了斗皇阶别，真让薰儿意外。小姐，药老在云岚宗之战中被魂殿之人突然出手擒走。没想到，魂殿还是动手掳走了药老。林老，派人搜寻魂殿所在。当年萧叔叔的事，只怕也是他们动的手脚。是。魂殿，我知道你们想要萧家那块驼蛇谷地狱。对了，小姐，我听说族中决定派人前往加玛帝国，去萧家搜寻你没有带回来的那份钥匙。什么？好大的胆子！那群老家伙要倒霉了。炼制出几枚师圣丹了？已经2枚了，都交给海老保管了。才2枚，算下来，这些帝国最精锐的5品炼药师，半个月才能炼制出1枚师圣丹。老夫自然会竭尽所能，不过这事丹王古河比我更合适。若由他来主持炼制，效率应该能提升1倍多。古河的炼药术毋庸置疑，但他和我的关系，想请他来主持，可能性不大。盟主与古河是有些过节，但想要请他加入丹堂帮忙，也并非不可能。法马会长有办法。盟主可知道名为丹塔的自由组织？丹塔？丹塔存在历史十分悠久，那不仅是炼药师心中的圣地，更在大陆上有着极高的声望。但进入丹塔的条件极为苛刻，必须有足够分量的炼药师组织推荐才行。如果盟主以日后能助古河进入丹塔为条件跟他谈，我相信他会愿意加入丹堂。可以试试。萧炎，你来干什么？刘兄，麻烦通报古河大师一声，就说萧炎求见。你们竟然能找到这里来，看来炎盟如今的势力果然已经遍布加玛帝国啊！萧盟主，有事便说吧，我今天可还有一块药田没有打理，不便陪你闲聊。那我就不拐弯抹角了，此次前来，是想请大师加入炎盟丹堂。加入炎盟？算了，我挺喜欢现在这生活，便不去你那炎盟凑热闹了。吵吵闹闹的，令人烦躁。哎，你这家伙，不是很想进入丹塔修行吗？如今丹堂的潜力可远比炼药师公会强。你若是加入的话，日后有丹堂推荐，你的愿望指日可待。你这老家伙，少拿这个诱惑我。你以为除了你们这什么炎盟，我就没有其他路子进入丹塔了吗？若非我自认是加玛帝国之人，不想轻易离开故土，凭我的炼药术，多有强悍的炼药组织来招揽。这老头。古河大师，既然你对帝国之外的其他炼药师组织并无太大兴趣，为什么不考虑炎盟？有什么需求，但说无妨。我倒是可以加入炎盟丹堂，不过你得答应我一个条件。请说。跟我比试一场炼药术，若你赢，
我便加入联盟，如何？啊，你这家伙，换个条件怎样？以你的辈分，与萧炎比试炼药术，有些欺负人呐。欺负人？自从上次败在他手中，他在我眼里就不是什么小辈了。老家伙，难道你敢将这家伙当成小辈看待？他的炼药术可不会比你低。这家伙说的倒是实话。萧炎，怎样？与我比试一场。你若赢了，如你所愿；你若输了，以后就别再来打扰我了。既然如此，萧炎奉陪便是。哼，那请吧。薰儿在中州多次登场的一战有多远？一招秒杀冰河谷数名斗宗，就连斗尊也不敌。在空间风暴与萧炎分开的小医仙，先一步抵达了丹域，并在此等候萧炎。但因为小医仙的美貌被许多人盯上，虽然以小医仙的实力不惧怕这些人，却因为接连大战导致恶难毒体爆发而被许多势力关注到。其中具有冰河谷和魂殿，魂殿是想通过小医仙找到萧炎的下落，而冰尊者则是因为自己的体质原因，因为其盗版的恶难毒体有所缺陷，这辈子也无望斗胜了。而小医仙的出现让冰河看到了希望，还要通过小医仙天生的恶难毒体来为自己完善毒体。面对魂殿和冰河谷的追杀，小医仙也招架不住，为了不牵连跟随的叶星兰，小医仙拖着重伤的身体跑到了洛神剑。而萧炎也是通过叶星兰得知小医仙被追杀，于是到处寻找小医仙，并在洛神剑成功找到了小医仙。但此时冰河谷和魂殿已经把此处包围了，除了数名斗皇巅峰以外，就全是高阶斗宗，还有这3名斗尊在旁助阵。这时的小医仙的恶难毒体又提前爆发，此刻的萧炎可谓是危机无比，别说还要从魂殿拯救药老和自己的父亲，一个不小心就可能陨落在此处。还好萧炎此刻已经成功炼制了毒丹，并且也帮助天火尊者成功凝聚身体。即便有了2名斗尊的存在，并对青海尊者和冰河谷的2名尊者也是不容乐观，因为药老还未熟悉新的躯体，实力只有1星斗尊。小医仙虽然能依靠恶难毒体的爆发拿到3星斗尊，但面对3名斗尊也只能苦苦坚持。身为斗宗的萧炎首先坚持不住，眼看就要被青海尊者抓走。关键时刻，当萧薰儿看到萧炎和小医仙被冰河谷的人围攻时，他愤怒不已，当即表示要求冰河谷的人离开。他的话语中透露出坚定和霸气，让人感受到他作为女主角的强大气场，抵挡了青海尊者的招式。这名女子就是薰儿。当萧炎看到薰儿的到来，也是松了口气。薰儿看着满身举伤的萧炎，满眼心疼，转身对着古族的2名长老吩咐道：“去对付那3名斗尊。”这一场战斗不仅展现了萧薰儿和萧炎之间的深厚感情，也展示了他们面对强敌时的勇气和智慧。而萧薰儿的新形象更是为这场战斗增添了不少看点，让观众们更加期待她未来的表现。在《斗破苍穹》年番中，萧薰儿的形象塑造经历了从平凡到惊艳的转变。这次的新形象不仅让她在视觉上更加出彩，也让她的角色形象更加饱满立体。相信在未来的剧情中，萧薰儿将会与萧炎一起经历更多的冒险和挑战，为观众们带来更多精彩的故事。这时，冰河谷的谷主冰河才发现情况不妙，面对古族的斗尊强者，冰河也是被压制下来，剩余的2名斗尊也不是古族尊者的对手，继而此刻也是爆发出来了。依靠金地焚天炎，再加上自己神品的血脉加持，虽然只是斗宗巅峰，但已经不需任何斗尊了。这时居然使用了自己的最强斗技金地焚天斩，这里激发了金地焚天焰的异火，化为数千丈的金色光柱，一招就让冰河谷许多斗宗强者陨灭。萧炎此刻也已经惊呆了，没想到分开没几年，薰儿已经马上要成为斗尊了，而自己还是2星斗宗。冰河谷此刻才发现情况不对，立马带着剩余的人撤退。青海尊者此刻也是傻眼了，刚刚还打得好好的，转眼就只剩自己一个人了。薰儿见此也是毫不留手，七彩金珠纹开始彻底激活自己的神品血脉，
此刻的薰儿被金光包围，全身宛如天使降临，就连青海尊者也被惊呆了。但回应他的只是一发地印诀，一掌就被打成重伤。要不是萧炎开口留他一命，估计青海尊者就得被薰儿斩杀了。即便如此，薰儿也是把青海尊者打得肉体自爆，抓住了其灵魂，交给了萧炎。继而初次的登场就给萧炎带来极大的震撼，以斗宗的实力，一招秒杀许多斗皇和斗宗，就连斗尊强者也是不敌。这内院除了紫妍，怕是无人能压制他们了。那，妮子，你呢？哦，萧炎哥哥觉得呢？妮子，我知道你天赋强，这点从小便是。虽然很少见你真正出手，但我能感应到，你如今的实力应该比我强上许多。可是在我身边时，你几乎完全收敛了自己的光芒。我不希望你为了我而压抑自己，相反，我更喜欢你的耀眼，那样我会有追赶的动力。萧炎哥哥想看薰儿耀眼的一面。那等比赛结束，给萧炎哥哥看一个最耀眼的薰儿。萧炎哥哥睡了吗？哦，还没。妮子，萧炎哥哥，看什么呢？妮子，这么晚了，找我有事？给你。萧炎哥哥，别耍无赖。这是什么？一卷斗技，不过需要斗王级别的实力才能开启。斗王级别才能开启的斗技，我还是第一次遇见。这东西也太贵重了吧！从小到大，萧炎哥哥就没收过薰儿的一件东西。好吧，我收下。记得哦，一定要等到进入斗王级别才能打开，不然反而对萧炎哥哥你不好。还有驼蛇谷地狱的事，千万不要和任何人提起，否则会有很大的麻烦。那你好好休息，明天还有大战呢。这妮子今天怎么这么奇怪？好像在交代这些事。不许是我多想了吧？老师，你能看出这卷轴是何物吗？不行，上面有特殊的印记，除非强行破开，否则谁也不知道里面是何斗技。不过，以你那小女友的身份背景，这绝非凡物。
您将那东西给萧炎少爷了，可那是族长大人好不容易才……萧炎哥哥比我更适合他。这事不要让任何人知道，就算父亲也不行。是，小姐。萧炎哥哥，薰儿能做的都已经做了，真正的强者之路，便需要看你自己了。希望日后再次见面时，你能成为真正的强者，强到让薰儿仰望的地步。妮子，一大早就不见你，原来躲在这儿。哪有，只是不想打扰你休息。今日的比赛也不知道会……妮子，能跟你在一起，我真的很开心。我也是。我不开心。你这样子做什么去了？我就去深山里逛了逛，好不容易找到一株看得上眼的灵药，结果竟然有一头斗皇级别的魔兽在那边守护着。斗皇级别的魔兽？我可不怕那头魔兽，当场就和他打了一架，不过最后打不过，就逃了回来。那家伙也比我好不到哪去，他可是结结实实挨了我一拳，被我打得皮开肉绽呢。不愧是蛮力王，这个恐怖的怪力，就算是斗皇魔兽挨了一拳，也吃不消。小野，下次我们一起去，我来拖住那家伙，你趁机去拿灵药。我可不想去送死，那可是斗皇级别的魔兽。不够意思。萧炎兄弟，希望今日的对决可别让我们碰上了，我可不想在这种关键时刻对上你。真要是碰上了，我怕是要倒霉了。有我罩着你，谁敢让你倒霉？哦，原来是你啊！待会儿可别让我在台上碰到你，不然就算你主动跳下场，我也会追着你揍一顿的。学姐，内院里还没有谁敢和您对抗呢。算你识相。哎呦，小祖宗，你可别添乱。我知道了。萧炎怎么和这蛮力王关系这么好？经过前2日的淘汰赛，这次的强榜大赛还剩下13位选手。按照以往大赛的规则，我们今日会随机抽取6人进行3场比试，落败的3人失去晋级的资格，而获胜的3人则连同其他7名选手进入强榜前10。这种规则是不是不太合理？运气也是实力的一种。第1场比试，严浩，对战钱墨。哎，弟儿可真够背。还是第一次看到这么修炼风属性斗气的。可别小瞧了这钱墨，他也是上届强榜前10的高手。严大哥，待会儿您轻一点，你那无钢锤的力量不得了，我这小身板可挡不住啊！少废话，铁胖子，让我看看你那金环锯比以前厉害了多少。第1场比试开始。施展金环锯极其消耗斗气，以钱墨的实力，仅能施展出10次最强攻击。金环锯最能发挥威力的地方，应该是偷袭。这种正大光明的比赛不适合钱墨，他
撑不了多久了。再来，我等着你剩下的几环呢！严大哥，那我就得罪了。第1场比试，严浩获胜。接下来第2场，紫妍。哦耶！太好了！昨天被那头魔兽搞得我满肚子火，这下要好好出出气。紫妍队，秦震。运气大好啊！这小丫头可真是恶名远扬啊！秦震人呢？怎么还不上来？快点，我要忍不了了！秦震说他闹肚子，今天请假没来。刚才说话的就是秦震吧？不是他还能有谁？8星斗灵强者能闹肚子，也亏他想得出来。既然秦震闹肚子，那这一场的获胜者便是紫妍。气死我了！接下来最后一场比试，第1位选手柳晴。这可不比紫妍好对付多少啊！这大长老手真黑呀！柳晴对萧炎。